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转眼已是3月，相信不少小伙伴也跟 Jeffrey 一样在期待苹果发布会的消息。近日，据外媒 MacRumors 报道，苹果更新了一份为发布或即将发布产品的内部支持文件。再结合此前的关于苹果新品的消息，不出意外的话，苹果至少发布4款新品，包括一款全新配色的 iPhone 15、2款 iPad 和1款 Mac。MacRumors 最新的消息称，今年春季苹果不举行发布会，而是直接上架销售。话音刚落，苹果就突然发布新品，打了所有人一个猝不及防。这次苹果最先上架的是配备 M3 处理器的 MacBook Air。MacBook Air 最大的变化要数换新，正式进入了 M3 时代。升级的 Air 配备了8核中央处理器和最高达10核图形处理器，支持最高达24GB 统一内存。同时 M3 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打造，使得 MacBook Air 拥有比上代更快的性能和更丰富的功能。新款 MacBook Air 的续航在 M3 的加持下，最长可达18小时。新一代图形处理器让 MacBook Air 支持硬件加速的网格着色和光线追踪技术，可实现更精准的光照、反射和阴影效果，营造更为真实的游戏体验。对于游戏和专业图形设计等领域的用户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并且 MacBook Air 支持动态缓存功能，这意味着 MacBook Air 可以根据当前运行的任务动态调整缓存资源，提高 GPU 的效率。虽然在生产力方面略逊于 MacBook Pro， 但新款 MacBook Air 在满足日常办公需求方面绰绰有余，甚至能够应对一些专业级任务。M3 芯片也让全新 MacBook Air 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性能释放。相比配置了 M1 的 Air 机型，大型游戏运行度提升最高达 60%。使用 Super Resolution 功能进行 AI 图像优化时，速度提升最高达 40%。处理 Excel 电子表格时，速度提升最高达 35%。使用 Final Cut Pro 工作时，速度提升最高达 60%。相比配备 Intel Core i7 处理器的 PC 笔记本电脑，上网浏览速度提升最高达 50%， 电池续航时间最多增加 40%。值得一提的是， MacBook Air 难得讲解了 AI。在 M3 芯片的架势下， macOS 提供智能功能，可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并且用户可以实现实时语音转文本、翻译、文本预测、视觉理解、辅助功能等。除了设备性能外， MacBook Air 还支持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使用户能够运行强大的生产力和创意应用程序，以利用 AI 的力量，例如 Microsoft Copilot for、Microsoft 365、365和 Adobe Firefly。 苹果官方表示， MacBook Air 还可以运行优化的 AI 模型，包括大型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用于本地生成图像，性能极佳。苹果甚至在新闻通稿中用全球最佳的 AI 消费级笔记本电脑来形容这台 M3 版 MacBook Air。 搭载 M3 芯片的 MacBook Air 还迎来了一个史诗级升级，最多支持2台外接显示器，但前提是将笔记本合上使用。另外，新 MacBook Air 支持 Wi-Fi 6E 和蓝牙 5.3 技术，可带来更快的无线网络速度和更稳定的连接体验，进一步提升整体的使用感受。价格方面，13寸 MacBook Air 起价为1099美元，15寸起价为1299美元。全新的 MacBook Air 将于3月6日开始预购，3月8日正式开售。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2023年是苹果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更新 iPad 产品线的年份，而一年不更新 iPad 的结果是 iPad 出货量的直线下滑。2023年4季度 iPad 全球出货量同比下降 21%， 断更或许是 iPad 出货量下滑的直接原因。目前配备 M3 处理器的 iPad 还尚未亮相，但苹果现在这个节奏，估计在不久的几天后也会来个突然袭击。根据爆料，苹果一直在开发2款新版 iPad Air， 代号为 J507 和 J537， 分别代表着 10.9 英寸和 12.9 英寸2种型号。两者的正面外观设计与在售的 iPad Air 5几乎一样。12.9 英寸 iPad Air 的背部镜头模组发生了改变，略微凸起的设计令机身背面不再平滑，摄像头下方还设有闪光灯。2个尺寸的 iPad Air 都采用传统的 LCD 屏幕，有望搭载 M2 芯片，其余配置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 12.9 英寸是苹果史上最大的 Air 平板尺寸。除尺寸增大外，
本代 iPad Air 更像是常规迭代产品，升级力度远没有想象中的大。考虑到 iPad Pro 在 iPad 产品线的地位，相信苹果的升级重心依然会在 iPad Pro 上。新款 iPad Pro 同样拥有2种屏幕尺寸，分别是11英寸和13英寸。新版 iPad Pro 预计搭载 M3 芯片，同时可能对后置摄像头模组及 Face ID 摄像头进行调整。在 iPad OS 17.4 的 Face ID 代码描述中，强调了 iPad 在设置 Face ID 时需保持横向。iPad Pro 作为目前唯一配置 Face ID 的 iPad 产品，将大概率配置横向 Face ID 摄像头。此前，苹果为了增强设备在横屏状态的使用体验，将第10代 iPad 的前置摄像头改到侧面。相信此次 iPad Pro 的改动也是出于同样目的。除了以上调整外，新款 iPad Pro 的屏幕将迎来巨变。苹果是 LCD 阵营的忠实支持者 ，iPad Pro 此前一直搭载 LCD 屏。2021年上半年发布的 iPad Pro 首次搭载了 Mini LED。本次春季发布会 ，iPad 将首次搭载 OLED 屏。据业内人士透露，苹果即将发布的新款 iPad Pro 平板电脑将采用双层串联结构的 OLED 显示屏。三星显示负责供应11英寸 OLED 屏幕 ，LG Display 则供应13英寸 OLED 屏幕。有了 OLED 屏幕加持，新款 iPad Pro 亮度、色彩等显示效果将进一步提升，并且厚度也将得到显著改善。MacRumors 分享的新款 iPad Pro CAD 设计草图显示，13英寸 iPad Pro 厚度减少了 1.4 毫米，与现有型号相比，薄了大约 22%。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预测，新款11英寸 iPad Pro 出货价为280到290美元，新款13英寸 iPad Pro 则需380到390美元。每年春季发布会前后，苹果都会给 iPhone 发布全新配色，增强用户新鲜感，同时宣传一波新款 iPhone。2021年是紫色，2022年是绿色和苍岭绿色，2023年则是黄色。今年想必也会延续这个传统。考虑到2024年是中国龙年，加上中国手机市场对苹果的重要意义，估计苹果会推出中国红配色的 iPhone 15。今年新配色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大胆猜猜苹果的审美。春季新品对于苹果来说，更重要的是保证产品线的更新，重头戏还是接下来的 WWDC 开发者大会和秋季发布会。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你对刚刚发布的新款 MacBook Air 有兴趣吗？对今年的春季新品还有什么期待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